嗨，这里是 Dimmy Studio。好，那我们很开心，2025年又回到了世界口琴节演出。好，那这次是担任第3场音乐会的压轴来宾。好，那最近我在整理这些照片以及素材的时候，觉得有满满的回忆哈。那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阵子我的感受，那以及我参加世界口琴节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想。好，那我们就先从世界口琴节的前一天开始，那我称为第0天。在第0天的时候，这个演出嘉宾以及评审，我们就会陆续抵达 Trossingen 这个小镇。那在抵达之前，我们天狼星的人，以及来自马来西亚这些朋友们，Fresco 口琴乐团以及这个朋友们，就在苏黎世会合。所以我们从苏黎世搭他们的铁路搭到Tullingen，然后再转乘巴士到 Trossingen。好，那这一趟我也特别带上了这个底片机，要来记录这个特别的口琴节特别的时刻。我们抵达 Tullingen 之后，我们在车站买了巴士的票，前往 Trossingen。那很特别在这一条路上。意想不到，非常漂亮就是它是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所以你周围都可以看得到很漂亮的山坡，以及有人在养牛养羊这些，哇，这个真的是我特别的体验因为之前我们到欧洲，我们多数还是利用铁路那这一次真的是从这个地方搭了30分钟左右搭巴士所以你沿途就会看到非常多不一样的景色，我觉得这个是蛮意外的收获。好，那这趟世界口琴节我们住在这个Kunstwerk，就是他们小镇里面一个我觉得算是比较好的住宿，就是比较高级的住宿。那我有印象的话，应该是所有的评审以及演出来宾都住在这个地方。在这个 Kunstwerk 的旁边就是他们的 Castle House， 就是锅炉厂。那锅炉厂就是去年2024年我们来这里跟 Hohner 有一个合作的计划就是拍了4支影片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可以找到这些演出的片段我们就是在这个Castle House 里面拍的我觉得还蛮漂亮它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历史的地方那如果我印象没错的话，这个地方多数还是办jam session 或者爵士的比赛的场地但因为这一趟去觉得有一点忙就没有到这个场馆里面去看。好，那我们住的地方其实离Concert Hall就是这个音乐厅有一段距离，可能要走个15至20分钟但是我们住的地方离超市很近就是如果你要买一些食材啦或是你晚上要喝酒买一些啤酒，我觉得很方便。好，那我们进到了这个住宿之后，我们简单的整理了一下包包的东西放一放把没有要用到的东西就留在住宿。好，那我们一群评审我们就前往这个Concert Hall去领取了这个评审相关的资料，以及这几天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今年是世界口琴节的第10周年就是第10届。那他们有特别推出了这个第10届的纪念琴款有这个 Antonio 的签名款的270那以及有非常值得纪念的Super 6 10周年的纪念版，还有 Steve Baker 的时空口琴。那除了现场有一些签名款的口琴之外它也还有各种的小物展示那你可以买例如说它有各种不一样的世界口琴节的衣服那马克杯啦、贴纸啦然后还有去年非常受欢迎的粉红色系列的口琴那像如果你有印象的话，我之前拍了一支Feliz La Vida 的这个圣诞歌曲就是用这个粉红色的 CX2 来拍摄的。我觉得它这个颜色还是蛮特别的辨识度还是蛮高的。好，那在晚上这个 Hohner 他有主办了一个欢迎晚宴在 Hohner Villa。那 Hohner Villa 它就在我们住宿的旁边，走路3分钟非常非常近的一个地方那它是一个当年 Hohner 这个家族的一个住所所以你
走进 Villa， 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历代Hohner 的这些人的照片，我觉得它蛮有历史意义的。世界口琴节在第一天安排的行程，我觉得是相对的放松的，比较松散一点。那我猜他们应该是想要让大家可以更熟悉比赛的场地，去走走看看，以及更熟悉当地的一些交通方式。那所以第一天只有下午安排评审会议，就是我们这些评审以及演出的人员，我们去交代一些相关的事情。那还有宣导他们一些核心的理念，那更重要的是要评审对于自己所给出的分数要诚实，要可以对得起自己身为这个位置上，希望给参赛者更公平的这个参考。那再来就是晚上的音乐会。那这个晚上的音乐会，对我来说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由这个 Hohner Clown 的这个乐团所演奏音乐。那这个乐团演奏音乐其实多数不是我会听到的东西，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蛮特别的。那我觉得他们也有一些新的想法，把这个音乐会做得相对的热闹一点，或者是一些有趣的点子。我觉得这个都是至少在台湾或者是在韩国的这个口琴节，目前我还没有看到的这些演出形式。好，那听完音乐会之后，他在隔壁的比较小的音乐厅还有爵士的音乐会。那我记得那天晚上有蛮多熟悉的人都有参与。那他也有让你可以坐在那里一边听音乐会，然后一边吃这个好吃的东西。好，那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握着啤酒就是手握的啤酒听音乐会还蛮好的，就是在台湾比较难做到这件事情。好，那你在喝酒跟大家轻松聊天的氛围下，你又可以听到很厉害的大师级的演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爽的。好，那经过了第一天，大家应该都会开始进入一个节庆的气氛，而不是一个比赛的气氛。那我觉得它带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轻松的，就是你真的是来享受这个活动的。好，那第二天开始就会有各种的比赛，所以你会在街上看到有许多参赛者穿着比赛的衣服在街上走来走去。好，那这一天老天也给我们一个不错的天气，所以你可以很轻松很自在的在各个会场穿梭。好，那我记得这一天我是没有评审的任务的，所以我就到处看一下参赛者比赛状况。那当然比赛一定会紧张，所以就有一些参赛者感觉他上台抖抖的，那其实蛮有趣的啊，因为我其实已经没有比赛很多年了，所以你真正看到参赛者在经历这个比赛的阶段，看到他们的反应，我觉得会让我想起一些自己曾经也有走过的时期，努力过的时光。好，那第二天它其实相对的简单，所以我到处去看看，然后拍了一些照片，但不是太辛苦啦，但就是说这个每个场馆去了解一下，因为我记得17年我们那时候参加比赛，时间是比较赶的，所以我没有到每一个场馆去看。那13年的时候好像也对这个镇上没有那么熟，所以就也没有放那么多心思去每个场馆参观，所以这一次就有体验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蛮不错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第三天。第三天呢，我有这个复音口琴的组别评审。那我记得13年我来的时候也是担任这一组的评审。那比起12年前，我觉得多数的参赛者在音乐性上面其实有蛮大的成长。就是早期可能是会以技巧为主，那现在的话会音乐性还是比较多一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大的进步。那我们同一组有3位评审，就是一个是日本的水野龙元，然后还有我，还有Judice 乐团的嘉靖。好，那当然台湾人跟日本人所喜欢的音乐，或者是每个评审喜欢的口味，其实不一样。当然这一组就是有一些没有共识，所以我们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在讨论，但最后就是回归到只能用总分来决定，因为我们花太多时间在讨论这个名次，因为没办法没有共识。那它会衍生出一些问题，等一下我们会来再次讨论一下这个议题。
那当天下午有一个天狼星口琴乐团的重奏讲座，但因为我的评审会议花了太多时间，我其实没有准时抵达那个会场，所以我到的时候，讲座已经快要结束了。我一进到这个场地，我们就马上表演了一小段。好，那表演完之后，琴友们就有陆续提出了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各自聊了一下，那分享一下想法。好，那在这个场地，我看到了蛮多许久不见的朋友们，那比较特别的是，有我美国的这些华人的学生，他们也有报名这个讲座。那原本都是在网络上看到，那这一次见到本人，我觉得还是蛮亲切的，就会有一种看到了好久不见的老朋友的这种感觉。好，那结束了我们这个讲座之后，我们就到了大厅旁边的这个小厅彩排，因为晚上有一个jazz 的 session， 那这个 session 里面也有一个 ensemble， 就是重奏的这个 session。好，那天狼星乐团跟来自荷兰的 Fata Morgana 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好，那还有一部分是爵士的演奏家。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听的时候，特别有印象的就是来自丹麦的这个这个怎么念 ？Victor Boslin。他是今年的爵士组的冠军，但他那一天晚上的在 Jam Session 的演出，我个人就觉得非常精彩了。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有料，蛮厉害的。好，那刚提到有这个重奏的环节，那我们这一次也跟来自荷兰的这个 Fata Morgana， 我一直很喜欢的这个团体，一起演出。好，那早期我们听到他们的演出，其实多数还是来自于重奏的 CD。那我的印象都是哇，他们本人吹奏跟他们 CD 吹出来的东西几乎一模一样，真的是蛮厉害的哈。包含那个音色啊，或者是一些很细微的变化，我觉得都是蛮值得一听再听的。好，那13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遇到他们本人。那如果你有知道一些历史，或者是知道一些人文的话，你就知道，荷兰人他的平均身高是比较高的，大概有190到200公分，180、190、200公分都有。所以我们站在他们旁边，就是特别的渺小，很像小鸟依人的这种感觉。然后17年的时候，我们到世界口琴节，那时候去参加比赛。好，那我们也是先飞了荷兰，跟他们办了一场音乐会，好，这个重奏主题的音乐会，然后再前往世界口琴节。那时候他们开着那种大的 van， 好，那种大的箱型车，把我们一群人载去 Trossingen，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然后吃到一个很像那个什么肉桂吗？那叫肉桂吗？就是口味吃起来很像八角的那种糖果，他们很喜欢，但我非常不行，那个味道吃了就会想吐。好，然后19年的时候，台湾口琴节以重奏音乐为主题，那我们又再次邀请了 Fata Morgana 来到台湾，参加这个重奏的盛会。那今年我们又回到世界口琴节，那又跟他们一起演出。那我们又特别带上了当年就是他们送给我们的衣服，他们衣服就是后面有一个 Fata Morgana 的 logo， 然后这边会绣上这个名字。那以我来说就是明宪，那但是英文的，就是一传出去就知道我叫做明宪，就是很有趣，算是一个我觉得蛮好的纪念，就是虽然两个团体在非常远的地方，但是因为音乐有一些连结。那这一次我们演出了2首曲目，一首是Casa Loma Stamp， 那另外一首是 Still Gala Blues。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不同国家的演奏方式不一样，所以它串在一起就会有一种有趣的冲突感，我觉得还蛮好的。好，接下来来到第4天，那也是赛程的最后一天。那今天早上我担任的是大合奏的评审。那比起各地的口琴节，我觉得世界口琴节它聚集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国家的人，所以他们演奏音乐的方式，以及他们所展现出来的音乐，我觉得是非常不同的，就你可以明显感受到是不同的特色。好，那对我来说，我
大合奏这个形式我给韩国以及香港的这2个组合比较高的分数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编制蛮完整的声音也听起来也是蛮享受的但我更喜欢韩国的组合多一点因为他们的音乐是Tango 音乐我本身听 Tango 音乐就听的比较多然后我觉得他们在演奏上会多了一点活力，多了一点生命力所以我偏好他们多一些那当然其中有这2团演出的非常不错那也有一些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那第一个就是有一个就是各个国家集合的这个军团穿着这个晋级巨人的那个披风调查兵团的那个披风那我记得有香港、马来西亚、台湾、德国应该是吧？我不知道有没有漏讲总之就是有各个国家的组合在一起那组合在一起之后他们演奏这个动漫就是《进击的巨人》的这一首主曲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它是属于我们这一个年代就是比较年轻的这一代口琴人他们所拥有的一个共同的动漫回忆那我会感觉到大家一起玩音乐然后一起做一个演出不分地区把大家凑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看了其实蛮感动的就比赛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想要拿名次而是大家把喜欢的东西集结成一起那大家一起把它完成那另外一个是阿根廷的大合奏那这个大合奏不同于我们传统看到的大合奏形式他们用了很多时孔口琴半音阶口琴去做然后各个部别就做出这个该有的律动然后中间有几位非常优秀的乐手出来轮流 solo 我觉得很厉害就是这个应该是我目前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可以把律动建立得很完整然后乐手都有出来自己秀的能力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就是不同的地方他们做出来音乐跟他们想象中理想中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当然因为大合奏毕竟会有一点点既定的印象以及他演出的形式所以我觉得他们没有拿到名次是有一点点可惜但是我个人其实蛮喜欢的我记得我拍手拍得蛮大力的接下来我们谈一下评审相关的心得我是一个不太喜欢看谱的评审不太喜欢盯着谱看因为我并没有很在意大家一定要按照乐谱演奏例如说大小声有没有按照乐谱的所有的音量标示或者是有没有小错音或者是错拍或者是更细节的高低八度的差异我没有很在意这件事情更多时候我在意的是音乐的本身它是否流畅那演出的人他是否有投入这个音乐投入这个舞台上但除了有特别奇怪的地方我会去翻谱说到底是谱编得很奇怪还是演出的人演出得很奇怪这个东西是偶尔才会去确认但我不会从头到尾盯着谱上去确认你的东西是不是跟谱上一模一样好那再来就是这几年担任评审的时候偶尔会遇到几位就是对于自己熟识的曲目就会特别严格的就是他抓细节会抓非常多但他对于他不熟的曲目他就是听一个大概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样会对于参赛者来说不公平因为我吹了一首评审知道的曲目我就被打特别低分那吹一首大家都听不懂的那我的分数好像就会中间偏高我觉得这个评分标准其实不太好所以这几年我也有一直在反复的思考我要怎么样可以拿捏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就是对于熟跟不熟的曲子我都尽量以一个客观的标准去打分因为我觉得这样对大家是比较公平的好那再来就是世界口琴节的评审会议上大家讨论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不一样的想法这个也是为什么需要不同国家的评审不同人数来替这个参赛者做一个公平的打分当然在我的核心理念里面我会觉得假设今天有5位评审那其中3位或4位比较喜欢 A 那
另外一位喜欢 B， 好，那我就会以人多的为主，好，我就会 OK， 我尊重多数的评审。好，那但世界口琴节的他的想法比较不一样哦，他会如果大家都没有共识的话，最后会回到绝对分数，就是最终的分数加总起来到底几分，那就是高的那个参赛者拿到第一名。好，那以我的经验来说，我觉得这样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会造成，如果我今天特别喜欢一位参赛者，我给他满分，好，那比较不喜欢另外一位参赛者，我给他，比如说70分、80分，好，那这样即使其他评审都给平均90，这样落差下来，可能会造成比较少人喜欢的那位参赛者，但是却拿比较好的名次，就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或许可以在讨论思考一下这个制度到底适不适合或适不适用。好，那我们讲一下，讲回到台湾口琴音乐节，从第一届开始，我就是评审组的负责人。那我记得一开始我就非常坚持要分数要公开，署名并且公开，因为我希望每一位评审都是可以为这个自己打出来的分数负责的。好，那我们也允许评审在开完评审会议之后修改分数，就是我们这5位评审开完会达成共识之后，我们可以修改分数，以确保我们现在开会完的这个名次跟分数是合理的。好，所以这样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知道说，每位参赛者他在每一位评审的心中是拿多少分，就我们会把这个分数署名并且公开。好，那当然偶尔我们会遇到很少数的几位评审是表明不想改分数，我就是想要给这个分数，要改其他评审去改。好，那这样就会造成没有讨论的空间。好，所以我们公布分数也有一方面是想要让评审跟参赛者都会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会有一些舆论的压力，就是你在分数上会不会打得跟其他评审差得太多，这个东西我们就交给这个风向，交给舆论来判断。今年是我第2次站到世界口琴节的舞台，那上一次是2013年，我大学4年级的时候。虽然是同一个舞台，但心境却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13年我的印象是那时候比较不知道天高地厚，就把我自己会的音乐，我自己喜欢的吹奏方式带到舞台上，然后分享给其他人，那就平平安安的吹奏完下台。那这12年过去，我们经历过很多国内的县市巡演以及国外的口琴节，看了很多人的音乐表演的形式，所以我这阵子一直在反思，到底自己哪些东西是可以做得更好的，然后渐渐的去调整自己。那我相信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站在舞台上吹口琴给大家听，应该是蛮紧张的。不过这一次我可以很肯定的说，这次站在世界口琴节的舞台上，是我近期演出状况最好的一次。不同于参加的这种比赛啊，我觉得演出音乐会它需要面对的或者是负责任的是花钱买票进来支持你的这些听众们。所以我会形容它像一个职业的球队，例如说篮球队或棒球队，他在进入赛期或者是季后赛的时候，需要把自己的身体状况调整好，调整到最好，然后上台打比赛。那这样才可以对得起进来支持的这些球迷。那我想音乐会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好，那这次我带的是2把我自己做的 Laylaps 64X， 就双层的口琴站上这个舞台。好，那这个也是我这几年在做手工琴的一个初衷，就是做一把自己愿意带上台演出的口琴。好，那这阵子这样使用下来，我觉得好像又跟它更契合了一些。那在舞台上，我觉得我演奏的非常 OK， 就随心所欲啊，我觉得很不错，很舒服。好，那虽然在整理这些
片段其实过了好几天了不能说好几天，其实已经过了快1个月了。我仍非常清晰的记得我站在这个舞台上，在布帘拉开的那个时候，我是带着微笑上台的，就是我非常非常的享受这个舞台以及大家的掌声，然后走上舞台，全神贯注吸气，然后开始演奏这个天阳星口琴乐团的重奏音乐，所以那天我的状况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也非常享受这个口琴节的舞台。世界口琴节的颁奖跟多数口琴节是不一样的，他会把所有的参赛者叫到台上，然后从后往前搬。如果我理解没有错的话，那你会渐渐看到舞台上的人越来越少，然后大家的表情以及动作越来越紧张。那通常叫到前5名就是最刺激的时候，所以这时候我会很喜欢观察大家在台上的这种气氛。有些人会因为自己没有被念到名字而欢呼，有些人是念到名字欢呼，所以你会感觉到这件是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好，那我觉得这个气氛也会感染到，虽然我们不是上台领奖的人，但我们也会接收到这一份紧张的气息。2013年呢，是我人生转折的一年，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年。去完世界口琴节之后，我决定放弃我原本的电子工程的专业，做全职的口琴工作者。那这12年过去，回头去看当初的决定，我觉得还是蛮正确的。就是这几年累积下来的成长以及成果，还是蛮丰硕的。其实，在早期身边的师长或者是亲朋好友或者长辈都会跟你说，会不会你去找一份正常的工作会比较好？因为他们多数还是会觉得说，口琴专职这一条路可能比较难生活的下去。但是因为参加了世界口琴节，我发现更多口琴的可能性，所以决定全职踏入这个圈子。这趟欧洲之旅其实我真的是蛮享受在口琴节的气氛当中。比起12年前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更轻松自在。那我也带着我的相机拍了很多有趣而且很值得纪念的照片，但目前还没有时间修。那我也觉得自己这几年在国际上开始学习讲英文之后，这一趟到欧洲，我觉得跟大家的聊天已经比之前自在很多了。就我从小就不是一个英文好的人，英文好的孩子，所以这几年还是这样在做这些国际的口琴工作，就感受到自己的英文有些微的进步，我觉得还蛮好的。那这次我也买了这个10周年的纪念琴，第10届的纪念琴。那我记得我一开始吹半音阶口琴就是买 Hohner 的 Super 64这一款16孔的半音阶口琴，记得买过2-3把的样子。那我开始工作之后，开始手上有一些零用钱，我就开始收集了这系列口琴，就旧款的 Super 64，镀金的，然后以及大家比较经典款的黑色金锤嘴的64X 双层黄版的。好，之后或许有时间我们再来开箱给大家看，就是这不同的口琴，那以及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长相。在所有活动结束之后，世界口琴节也在他们的这个LED 墙上面秀出了2029年的预告。那目前他们的官方网站也已经开始进入倒数了，虽然时间还有非常非常的久。那如果你看了这一次的这个影片，这次的分享，你觉得蛮有趣的，未来想要参加世界口琴节，或者是你这一次已经去过，你觉得好像蛮好玩的，回味无穷，那你接下来可以开始制定存钱计划，或者是音乐上的努力的目标。那你可以把2029年的世界口琴节作为一个你的人生清单，就是我身为一个口琴人，身为一个音乐人，我必须要去一次，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音乐氛围。好，以上就是这一次世界口琴节的心得分享。那我希望
未来还可以在更多音乐的场合看到大家。这里是 D-MIN Studio， 我是大明，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